用100期视频讲解全部1376款红白机游戏。大家好，我是雷文，今天是系列的第5期。在上一期视频分享了1985年1到5月份发行的游戏，看过的朋友稍有留意就会发现，这个时期开始第三方厂商的作品变多了，但在这个阶段，所有第三方的游戏全都是移植作品，其中大部分又是从街机移植而来。这也是当时大环境决定的，一方面移植自家的热门游戏到 FC 平台，游戏的基本素质有保障，也满足早期在家用机上也能玩街机游戏的宣传理念。另一方面，各家用移植开发的方式了解 FC 主机性能，熟悉开发套路，为后续发展打下基础。80年代中后期，红白机上开发一款新游戏的周期多在3到6个月之间，1年甚至超过1年开发的情况很少见。移植游戏开发的时间可能就会更短。于是从1985年下半年开始，由于新加入的三方厂商逐渐变多，每个月新发游戏的数量也越来越多。这一期我们一起来看一下85年6到7月份发行的游戏。打空气又翻译为小叮当，由南梦宫开发和发行。南梦宫称这款游戏为战略挖掘游戏，原版为1982年的街机版，北美的街机版由雅达利发行，移植到 FC 后只发行了日版。游戏的角色设计都偏向可爱风格，当时吸引了不少女性玩家。玩家控制的角色名字就叫做 Dick Dog， 也是游戏的英文原名，直接翻译过来可以称为蛙蛙。玩家控制蛙蛙在一个固定的方形场景内，一边挖土一边移动，需要消灭场景内的所有敌人，主要是带着巨大护目镜的红色生物 Pukas， 还有叫做贝格斯的绿色喷火龙。蛙蛙手拿一个气泵，在离敌人一定距离时使用，就可以将敌人冻结充气。连续按 A 或 B 键不停地给敌人充气，可以将敌人撑破。如果充到一定程度断开，过一段时间敌人会恢复。场景中的岩石不能直接挖穿，但可以从岩石下方通过，一小会儿后岩石就会砸下来。如果砸到多个敌人，会有额外的奖励分数。一关中掉落任意2个石头会出现水果，拿到可以获得奖励分数。敌人除了在空旷位置走动，还可以变成一个眼睛，在有土地的部分慢速移动，这个时候它处于无敌状态，到达空旷的地方又会恢复。随着每关推进，敌人速度会加快，直到最后剩余1个敌人会开始逃跑。越往后的关卡，敌人移动速度会越快，直到玩家的手速到达极限。不管是吃豆人还是这款打空气，南梦宫早期的作品角色设计大都是可爱讨喜的风格，游戏音乐也设计得非常优秀，再加上这座玩法独特，不管商业上还是口碑上都很不错。游戏难度适中，小时候玩起来总是很激动，经常按键按到手抽筋。个人评价4颗星。顽皮精灵游戏的英文名直接翻译过来是弗莱皮。这款游戏1983年首次发布在夏普 X1 家用电脑上，后来在日本国内多个计算机平台登陆。1985年移植到 FC 上，游戏由 DBSoft 开发发行。这家公司在仅有20年的生命周期里，游戏开发的成就并不是很高。这款游戏就是他们的主要作品之一。另外，他们还开发成人游戏和一些编程工具的业务。游戏的主角弗莱皮是一个类似鼹鼠的角色。背景设定里，他是一个蓝色星球的小孩，星球被黑暗势力入侵，他的父亲把弗莱皮送到了别的星球，而自己的蓝色星球一起毁灭了。弗莱皮在陌生星球醒来以后，天空传来一个声音，把蓝色星球碎片收集完成就会有奇迹。你们觉得这个故事怎么样呢？游戏的玩法是弗莱皮在关卡内把蓝色的大石头推到蓝色砖块上面就可以过关，要面对绿色的独角兽和红色螃蟹这2种敌人，可以用画面中的大石头将敌人压扁，当红色石头变成障碍时，也可以直接把它击碎。每关场景里还有几个沉睡蘑菇可以拿取，控制沉睡蘑菇打中敌人就会让敌人睡着，然后再用石头消灭它，简直不要太轻松啊！每关的场景区别就是砖头的造型不同，石块的位置不同。游戏的关卡数量居然有200关，想要见到通关画面，快的话也得4-5个小时。游戏的开发人员应该是想把关卡设计成带有推箱子解谜性质的类型，但设计的比较简单，基本不用太多思考，唯一要注意的是蓝色石头不要掉到死角就可以了。而且主角的实力也很强大，对付敌人约等于碾压。游戏里的奖励关设定更是弗莱皮面对一堆敌人虐菜。本来开始游戏时还有一个选择音乐的设定，让我觉得还不错，在3种音乐里面选择一个，
可一旦选定以后，就会在200关里一直反复循环。种种因素导致游戏玩到后面会感觉非常的煎熬。个人评价2颗星。拆蜈蚣，任天堂1984年街机游戏的移植版，街机版可以双人同时游玩 ，FC 版双人模式只能轮流游玩。在这部作品里，马里奥和路易吉兼职当起了拆蜈蚣，手拿大锤，头戴安全帽。游戏的流程很长，总共有100个关卡，想要全部通过大约需要2个多小时。我猜想游戏的灵感可能来源于大金刚里马里奥拿锤子打敌人，这款游戏里的马里奥也是因为拿了锤子不能跳跃。游戏目的是用大锤破坏场景里的全部墙壁和灰色的梯子，有的墙壁不容易破坏，需要敲好几下才能拆除。有3种不同的敌人干扰马里奥大叔的拆迁工作，其中有一名名为 Blacky 黑鸡的敌人，每版游戏里叫做斯派克，他穿着和马里奥类似，一个橙色的拆迁工，移动迅速，有时候还有飞行的火球出来捣乱。这个设定和马里奥兄弟里是一样的。对付敌人的方法可以用锤子敲击将其暂时击落，也可以击打蓝色的炸弹道具。最好的方法是让红色的油桶掉下来把敌人困住。某些场景里有不能打坏的铁门，铁门打开可以让敌人穿过后变成画面中的背景，这样就不会造成干扰。需要注意的是，游戏失败的方式除了接触敌人失去生命，被困到桶里也会失败。另外，越到后面的关卡越得考虑拆迁的顺序，有可能因为顺序不对造成部分位置不能到达，这也不能通关。游戏还设置了关卡编辑器，玩家可以自己设定关卡。另外还有一个在当时看来很有特色的功能，可以保存游戏，但保存需要用到一个数据记录的外设，然后将内容保存到磁带上。这个外设只针对日本 FC 主机发布过，其他版本曾经有发行的计划，但最终夭折。这款游戏的关卡长度也和上一个介绍的顽皮精灵类似，都很长，但任天堂的开发水平毕竟要高出不少，游戏性要好得多。整体100关玩下来还是非常具有挑战性的，很容易让人投入。个人评价3颗星。成龙踢馆，原版是1984年由艾瑞姆开发和发行的街机游戏，在欧美的名字叫功夫大师，日版名字是斯巴坦 X， 后由任天堂移植到 FC 平台。游戏改编自1984年由成龙、洪金宝和元彪主演的电影《快餐车》，同时还借鉴了李小龙部分电影的概念，因此在国内被翻译成成龙踢馆。玩家控制的主角名字叫做托马斯，这是成龙在电影中的人物名字。他要从罪犯头目 X 手里救出女友西尔维亚。游戏的场景设定在一个寺庙内，分为5层。托马斯要一层层向上爬楼，每一层都有一个 BOSS， 在 BOSS 战期间会变成1对1的格斗战。人物的攻击动作分为拳和腿2种，左右方向键移动人物，方向键下为下蹲，上键为跳起。站立、下蹲和跳起时结合拳腿都会有不同的攻击动作。游戏的节奏非常快，杂兵们会一波波的冲上来。除了普通杂兵外，还有飞刀手、矮个子战士。在第2层和第4层还会出现圆球和罐子、蛇、毒蛾和喷火龙等敌人。每关的 BOSS 和主角一样都有血槽设定，5个 BOSS 的设计都有鲜明特点。第1层 BOSS 用棍，第2层用回旋镖，第3层是一个大块头的巨人，第4层是一个魔法师。最终 BOSS 大头目 X 和主角有类似的招式，消灭他后救出女友通关，然后游戏开始从第1层重复循环，难度增加。这款游戏影响深远，被认为是早期横版动作游戏的代表，还融合了格斗游戏的要素。游戏的合成音效让人印象非常深刻，主角出招时的呼喝，敌人的笑声，还有被击败时的惨叫，配上带感的游戏音乐，一下子就进入到紧张的氛围中。游戏评价4颗星。超级奥林匹克，原版是1983年科乐美的街机游戏，在日本和欧洲的游戏名为超级奥林匹克，在北美发行时名为田径。1985年科乐美移植到 FC 平台，欧版由 Camco 代理发行。这部作品在日本是1984年夏季奥运会的官方许可主题游戏，由于欧版92年才发行，也被称为巴塞罗那奥运会。因为日版和美版的名字不同，游戏开场的画面也有一些差异。FC 版只有4个项目，100米短跑，需要交替快速按键，纯凭手速。
跳远分冲刺和起跳两个阶段，前半部分和跑步的操作一样，后半部分长按起跳，按住不动会影响起跳的高度。标枪分助跑和投掷两个阶段，操作和跳远类似。110米栏冲刺结合障碍位置跳起。游戏有2个难度级别，比赛时画面右上方会显示过关成绩和世界纪录。想过关还是比较容易的，但要打破世界纪录有相当的难度。当年还有捆绑专用控制器的版本发售，我是没见过有谁用啊，不知道这是不是更容易打破世界纪录。游戏的音乐采用了著名电影主题曲《烈火战车》。这款游戏的缺点是内容实在太少了，个人评价3颗星。星际力量，这是一款垂直滚动飞行射击游戏，原版是特库摩1984年发行的街机版，当时特库摩的名字还叫做 Tekken。FC 版由哈德森移植发行，玩家驾驶的飞船名为最终之星，以浮游大陆为背景。游戏中的每个场景都以希腊字母命名，每个区域有一个 BOSS， 击败后完成区域转换，最后一个区域 Omega 通过后会进入 Infinity 无限区域。通常认为通过无限区算通关。玩家控制的飞船只有一种射击方式，没有其他辅助武器，仅有的变化是拿到相同造型的小型机后，武器威力可以提升。游戏的特点是绚丽的场景设计，各种各样的敌人会不停地出现，太空中背景设计，场景中的建筑细节，在当时的飞行射击游戏中堪称顶级。大量的场景建筑可以被击破，而且摧毁敌人和建筑都能获得分数。结合快节奏的音乐，给玩家带来极强的爽快感。按希腊字母划分的区域 FC 移植版也有20几个场景，通关一遍大概需要40到50分钟，时间不短，但随着关卡的推进，后面很多区域的重复感逐渐增强，所以长度太短太长都不好，短了不够用，长了就多余。当然我说的是游戏，个人觉得通关时间在20到30分钟可能体验更好。游戏评价3颗星。电梯大战，1983年泰东公司街机游戏的移植版，被归为平台射击类游戏。街机版游戏发行后销量也很不错，后来被移植到多个平台。玩家扮演17号秘密特工，代号奥托。每一关开始，奥托从屋顶进入一栋30层的建筑，目标是收集秘密文件，文件藏在红色门标记的房间里。一边借助电梯或者手扶梯下楼找寻文件，一边消灭敌方特工。消灭敌人有多种方法，可以用手枪射击，一次最多打出3发子弹，可以近距离飞踢，还可以利用场景中的敌人头顶的电灯，或者直接用电梯碾压，将顶部的灯击落后会短暂黑暗一段时间。关卡中也会有部分场景本身没有灯光，在黑暗中敌人的黑色西装和场景会融为一体。奥托需要拿到所有文件后，从最底层驾车离开就能过关，如果漏掉文件会被传送回高楼层对应的位置，如果在一关时间过长就会发出警报，敌方特工会变得更具攻击性，电梯对玩家操纵感动作的反应也会变慢。FC 版有4座大楼场景，全部通过后即为通关。游戏的难度不算低，主要是人物的移动和动作反应都比较慢，后面的关卡下层敌人数量很多，开枪的速度和子弹速度都很快，需要非常熟悉操作手感，同时要时刻关注场景全局和每个敌人的位置，提前做出判断。游戏个人评价3颗星。杀戮战场，1985年杰里可开发发行的街机游戏，同年由东兴和杰里可这对好搭档移植到 FC 主机上。2004年还在手机上发行了 DX 重制版，但国内应该很少有人玩过。在 FC 的日版中有很明确的故事背景设定，邪恶的天才科学家福索姆密谋统治世界，并向地球发动全面战争。他发明了高速飞碟迪奥罗夫，就是游戏中出现的红色敌方飞碟，并在飞碟上安装了洗脑装置，对全世界的士兵洗脑，以此来控制他们。为了应对，地球军方开发了名为捕获射线的新武器，并安装在攻击舰创世纪3号上。玩家控制的就是创世纪3号，游戏的目标是让它到达顶端敌方基地，消灭炮台后占领大门，敌方就会举白旗投降。
一共有6关，每关的区别除了背景不同，再就是敌人派出的部队不同。创世纪3号可以用导弹直接消灭敌人，但上侧是发射捕获射线，捕获的敌人可以变成自己的兵力，毕竟对方只是被洗脑了。右下角显示我方兵力的数量，可以将他们派上战场帮助战斗。有5种不同的部队：普通士兵、高射炮 FL880、6轮装甲车基斯、坦克 HEL99A、直升飞机刘易斯 T。捕获敌人可以增加部队数量，但最大上限为9。有时候敌方红色飞碟迪奥洛夫会来抓我方部队，可以用导弹消灭它。游戏的部队系统是最大的特色，带有一些即时战略的元素。早年在 FC 上玩这款游戏，很有一种成为指挥官、纵横战场的满足感，但操作的手感比较别扭，控制的攻击键非常笨拙，移动缓慢，很难适应。敌人和友军的 AI 明显不够发达，战场的感觉让人想到古装烂剧中群演的打戏。个人评价3颗星。公路战士，也翻译为火箭车，一款公路赛车竞速游戏。原版是科乐美1984年的街机游戏，后来移植到包括 FC 的多个平台。玩家控制的红色赛车原型是雪佛兰科尔维特，最高时速可以达到400公里。游戏目标是避开障碍物和敌方车辆，并在燃料耗尽之前到达终点线。燃料剩余以数字形式显示在画面右侧，可以通过接触彩色的加油车来补充燃料。当剩余燃料量低于一定量时，会发出警告声。燃料用尽还未到达终点，游戏结束。FC 版有4条不同的场景赛道，在赛道上会遇到不同的车辆和障碍物。黄色普通车辆只会直线行驶，不会变道；红色 GT 跑车速度很快，会变道1次。竞争对手为蓝色车辆，有3种不同的造型，也会变道干扰玩家。另外还有大卡车，一旦撞上就会直接爆炸。撞到小型车辆后会打滑，如果滑到道路两边也会爆炸。可以通过向反方向转向恢复平衡，有时候会突然出现路障，碰到也会爆炸。接触到地面黑色的油，车辆也会打滑。如果玩家控制得好，一段时间后，画面左侧会出现超人飞过，背后的斗篷上有个大写字母 K， 它的名字叫 Konami Man。这款游戏在国内应该也是大部分玩家小时候都玩过的，一般也是出现在盗版类似64合1的卡带里。俯视角带来的速度感很强，仿佛真有400公里每小时。只要掌握了反方向控制打滑，就能成为高手，甚至还能主动将对手车辆撞到两侧毁掉。个人评价3颗星。太空青蛙改编自1981年街机游戏《传送》，由南梦宫开发发行。FC 版的游戏介于移植和续作之间，更类似于重置。相比于街机版，增加了敌人类型和强化道具，改进了游戏的画质和音效，是一款动作射击类游戏。玩家控制的角色叫怪物战士，敌人是名为舔舌头的外星人。每关消灭所有出现的敌人即为过关。敌方的剩余数量显示在屏幕的左侧，有些类似后来坦克大战的设定。游戏的特点是可以在2个不同的世界太空和迷宫中来回传送，需要通过传送门。传送门并不是一直开启，而是通过场景中出现的特定道具开启。在太空场景里，玩家用枪发射子弹射击敌人；在迷宫场景中换成用定时炸弹攻击敌人。在同一关中，从迷宫返回太空场景后，射击武器威力加强，有爆炸效果，但只能在此关卡内维持。敌人的造型设计沿袭了南梦宫的可爱风格，种类也比较丰富。一个敌人出现一段时间后，颜色会变化，消灭获得的分数会增加。连续消灭3个相同颜色的敌人会刷出奖励外星人，消灭获得额外的分数。另外，有时候外星人会拖着一个英文字母，消灭它可以收集。画面左上方及其 EXTRA 5个字母有额外的奖励分数。这款作品在早期的射击游戏类型中，要素还是十分丰富的。画面右侧可以记录最大关卡数为48关，但通过一定关卡后难度变化不大。游戏音效也是古早街机的风格，成为游戏的一大短板。个人评价3颗星。
门门冒险。原版1983年发布在 NEC PC 上，后移植到包括 FC 的多个平台。游戏由艾尼克斯发行，春 Soft 春软公司开发。当时春软公司的创立者中村光一负责这款游戏的开发，后来两家公司继续合作，由中村和枯井雄二创作出史诗级的 RPG 游戏《勇者斗恶龙》。估计当时他们都不会想到，多年以后两家公司都另结姻缘，一家成为了今天的史克威尔艾尼克斯，而春软在2012年和 Spike 公司合并。中文翻译门门并不是主角的名字，主角的名字就叫做春，一个戴着棒球帽的蛋形小生物，而门门实际上代表了游戏的玩法。这是一款平台解谜游戏，场景中的外星人不停地追着主角春，玩家需要通过控制它打开门，将这些敌人都引到门里面，然后关上门。敌人进入门内，如果一段时间不关门，就会逃出去。外星人们跟踪得很紧，一旦触碰就会直接挂掉。有时候游戏里还会出现炸弹和钉子，也不能碰。如果将多个外星人关进同一扇门里，就可以获得额外的分数。需要注意的是，已经关入外星人的门无法再次打开。场景中有时会出现糖果、冰淇淋等奖励道具，拿到也可以获得分数。随着游戏的推进，越到后面变得越复杂，总共50个关卡，不同敌人的路线偏好和追逐特点都不一样，需要好好的考虑策略。很多时候都需要故意等待敌人，甚至主动上前勾引。游戏的玩法也充分体现了解谜的乐趣，但人物角色的移动太过缓慢，不管是主角还是敌人，而且敌人动作更像是 PPT 的叠加，坚持打完50关需要很大的耐心。个人评价3颗星。极速摩托车，艾瑞姆在 FC 上发布的首款游戏，只在日本发行，以至于1983年的街机版。街机的美版由威廉姆斯电子发行，游戏名为《美国摩托车赛》。这款游戏的场景也确实在美国，玩家驾驶的摩托车从洛杉矶一直行驶到纽约，沿途会经过拉斯维加斯、休斯顿、圣路易斯和芝加哥4个检查站。按检查站分成5个关卡，每关到达时会显示对应城市的标志性建筑。整个行程中，驾驶摩托车和汽车比赛，从第90名开始，超过一部汽车提升1名。每关根据名次计算得分。每个关卡都分成2个阶段，第一阶段采用俯视视角，行驶快到达检查点时进入第2阶段，切换成追尾的伪 3D 视角。游戏在这个部分有个 bug， 只要贴着右侧行驶就绝对安全。画面右侧显示剩余油量，油量耗尽游戏结束。撞车或偏离道路都会损失油量，可以在游戏中拾取蓝色补给油罐补充油量。沿途还有一些额外分数可以拾取。到达纽约后即为通关一轮，游戏场景开始重复循环，摩托车的排量会变大，油耗增加，车速最大速度提升。第一轮为250cc， 往后是500cc、750、1000、1200、1200以后不再上升。游戏的主要特点是每关的视角切换，还可以在 FC 上欣赏美国风光。作为一款赛车竞速游戏，手感一般，其他的表现也中规中矩。个人评价3颗星。超级阿拉伯大冒险，又翻译为辛巴达，一款平台动作类游戏，移植于1983年的街机版。街机版在北美由雅达利开发发行， FC 上只发行日版，由 Sunsoft 开发和发行。玩家扮演一位阿拉伯王子，至于他的名字是否叫辛巴达，我并没有在资料中找到相关的证据。国内也许是受了《1001夜》和一些影视作品的影响，才有了这个翻译。玩家需要收集画面中所有的字母就可以过关。如果按照画面右上方英文单词的顺序收集，就能得到额外的奖励分数。A 键跳跃， B 键踢腿。敌人可以用踢腿将其踢飞。击倒3个以上的敌人之后，可以拿到超级球，变身超级阿拉伯人，闪着金光，有一段无敌时间。游戏只有4个不同的场景，第3和第4个场景由飞塔来回，难度明显大于前2关。通过4关为1轮，往后场景重复循环，但场景内的字母会发生变化，游戏难度也会增加。要找出这款游戏有什么特点，只能说它充满了异域风情。主角的造型、游戏特殊的场景、经典的阿拉伯飞毯，再配上波斯风的音乐，
其他真找不出太多的亮点。个人评价2颗星。机器人方块套件，任天堂官方的机器人系列游戏第一作。这个系列的游戏是用 FC 主机和机器人进行联动，所以想要玩这个游戏，首先需要一个机器人。它的联动原理和 FC 光枪的技术类似，机器人的眼睛可以接收屏幕上发出的光信号，然后通过内置马达移动。在此基础上发行的这款机器人方块套件又包含了一整个套装，除了游戏的专用卡带，还有5个积木、5个积木托盘、2个积木手。游戏的内容是通过 FC 主机控制机器人将5块积木堆叠起来，不让它们散架。游戏可以双人游玩，看谁堆得快。在电视屏幕上，一批玩家控制 Hector 博士，2批控制 Victor 博士，让他们跳到键盘上踩下各种指令，然后向机器人发出信号。包括3种游戏模式。第一种直接模式，每发出一个指令，机器人就会动一下，用尽可能少的步骤堆起积木。第二种记忆模式，提前输入好所有指令，然后发送给机器人连续运动。第三种 Bingo 模式，在一个5×5的键盘上发指令，不同的是多出一个敌人会在键盘上随机捣乱。估计当年在国内这款游戏应该极其罕见，我也是后来看了一些游戏杂志才了解到有这样一个系列。从这个游戏可以看出当年任天堂的创造力和野心，认为可以用 FC 做任何事情，但它最终成为了一个不合时宜的失败品。个人评价1颗星。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如果您觉得还不错，请赏个3连支持。有什么好的建议，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咱们下期节目再见。